iPhone 17全個系列每一個機種，我哋今日都係比較仔細咁上手咗㗎。咁而我哋先睇下部真機，咁然之後我哋亦都係有一啲我自己嘅睇法嘅。而全方面完整嘅15、16、17三代 Pro Max 嘅大比拼，包括係相機效能、電池續航力、散熱等等嘅方面，完整嘅比拼咧，咁記得唔好錯過我哋後續嘅深入嘅對比評測，甚至係同其他嘅主流頂級旗艦機之間嘅表現。各自去到乜嘢嘅水準呢？但係 anyway， 今次喺硬件上面最重大嘅升級，喺標準嘅17，最主要就係呢一個熒幕嘅。佢嘅熒幕尺寸由上一代6.1寸提升去到6.3寸嘅。實際上肉眼嘅觀感，單一部機睇最覺眼反而係熒幕邊框有明顯收窄，因為實際上數字佢都只係比上一代係長咗2mm，而反而再窄咗0.1mm嘅。而佢6.3寸亦都係去到同而家嘅 Pro 細機係做到對等嘅尺寸咯。咁肉眼睇，我自己嘅感覺反而有機會係比120Hz 更加明顯分辨到嘅。Apple 係拎走咗，好有可能啦係過往你去拒絕或者係仍然阻擋咗你去入手呢個標準 iPhone 嘅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嘅。至於 Pro 系列最重點嘅升級位就係相機系統，咁今次嘅遠焦鏡都去到4800萬像素，去到4倍100mm嘅一支鏡頭，做到8倍嘅無損啦。實拍嘅效果我哋一陣間有機會可以初步去睇一睇嘅。另外係佢嘅 Vapor Chamber 液體散熱系統同埋電池容量上面都有增加嘅，咁加埋新處理器嘅效能提升嘅。而最後 Air 就係今次新嘅定位啦，咁的確係比較薄同埋上手嘅感覺比較輕嘅。觀感上面都係比較精緻向，咁但係大家應該都知道佢係喺個電池容量同埋相機硬件上面做咗取捨嘅。反而係值得一提，今次熒幕尺寸上面嘅選擇係取消咗 Plus 嘅機種，咁就標準啦嘅 iPhone 係6.3寸，同細機 Pro 已經一樣嘅。咁而 iPhone Air 就係中間嘅6.5寸，而最後 Pro Max 就會係6.9寸嘅。好啦，去到呢度，相信你哋今年最關注 Pro 或者係 Pro Max 嘅位置都係相機上面。咁喺現場呢度，我都盡我嘅能力啦，去試一試佢嘅相機效果，同埋睇下做唔做到一啲比拼嘅。咁一啲規格我哋都盡量縮短，唔太重複啦。由15去到16嘅時間，就係將超廣角鏡由1200萬像素提升去到4800萬像素嘅。而16去到17就再將個遠焦鏡頭由1200萬像素升級去到4800萬像素。但係同時間鏡頭嘅焦段本身就由上一代 120mm 5倍啦，就去翻今一代 100mm 4倍嘅。咁但係佢高解像度啦，以1200萬像素做一個基準啦 ，in-sensor zoom 可以做到一個8倍嘅無損變焦。咁實拍出到嚟效果相差咗喺邊一度呢？咁16同17 Pro Max 嘅主鏡頭同超廣角鏡硬件冇大變化咁，反而重點都落喺呢個遠焦鏡頭上面。咁上一代係1跳到5嘅，咁所以喺而家4倍17 Pro Max 嘅細節係有喺呢一個焦段度提升，咁呢個係必然嘅。而8倍更加高倍數嘅變焦喺16 Pro Max 上面會用翻5倍嘅光學變焦鏡頭，佢哋嘅細節分別咧就冇頭先咁大，但係顏色運算上都係有住一啲分別。好啦，夜景拍攝方面我哋都睇下佢哋嘅分別，咁因為新機17 Pro Max 嘅遠焦鏡係應用更加大嘅1/2.55寸嘅 sensor， 上一代會係1/3.06寸嘅，咁而一樣喺4倍嘅時間分別會係最大嘅。咁當然啦，而8倍更加高倍數變焦更加大嘅 sensor 都有喺顏色呈現喺佢嘅色彩嘅深度同埋準確度啦，同埋雜訊控制嘅清晰度上面係有住一個進步嘅。咁喺暫時初步嘅測試上面，佢喺極高倍數嘅變焦未必對比上一代有住一個極之大幅度嘅提升，但係佢喺1倍去到4倍之間嘅銜接就會做得比起上一代1去到5倍之間嘅銜接喺呢方面有提升，同埋喺遠焦鏡嘅色彩呈現上面都係有住啲提升。咁今日幾組初步嘅對比圖都係用咗4800萬像素 HEIC 格式去輸出嘅 RAW 檔嘅表現係點呢？留待後續嘅深入嘅測試嘅。咁而喺4倍分別會係最大啦，而8倍細節嘅提升就冇4倍嘅時候咁明顯嘅。但係亦都因為新機嘅 sensor 有增加咗啦，喺遠焦鏡，咁佢喺色彩還原度、色彩深度啦、顏色飽和度上、準確度上有住一個提升。另外一個都係全系列 iPhone 17都擁有係呢個 Center Stage 嘅前置自拍鏡頭，做到1800萬像素，比較特別係用咗一個4方形嘅設計。咁因為佢嘅長同埋闊嘅比例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喺拍攝嘅時間，直向拎住部手機輸出一個橫向4:3或者直向嘅4:3嘅相，而喺視野上面就冇因為正方形嘅 sensor 而喺直向輸出或者橫向輸出4:3嘅時候做咗犧牲啦。咁反而佢嘅視野會比起16 Pro Max 係再闊再廣角一啲嘅。反而係 Auto Zoom 嘅功能，咁佢呢個係會自動偵測而家畫面入面有幾多嘅人啊，然之後去決定佢 zoom 嘅嗰個距離。
咁可以用個超廣角效果或者係個人單人照嘅效果拍片上面，佢一樣係用翻一個正方形嘅 sensor 直向嘅手機嘅時候，其實係一樣可以輸出咗一條橫向嘅影片啊。四方形嘅 sensor， 咁佢嘅長同埋闊都係一樣嘅解像度啊。咁所以佢係一個冇資訊損失嘅狀況之下，喺解像度呢度我哋係可以見到佢可以做到 4K 嘅自拍鏡頭嘅。咁呢個都有機會變成到下一個嘅行業標準嘅，因為對於一般嘅用家嚟講，可能就唔使經常調整手勢，可以做到直向或者橫向唔同嘅 framing 嘅自拍。但係對於好似我咁啊，有機會用呢個 iPhone 去拍片，咁亦都可以有一個最少突兀嘅感覺同埋最唔搶眼嘅手勢咧，去直立拎住部手機輸出咗一條橫向嘅片，而係冇犧牲到像素同埋解像度，咁呢個都可以一讚嘅。咁亦都係喺最標準嘅 iPhone 17、17 Pro、17 Pro Max 同埋 iPhone Air 都係擁有㗎。好啦，翻到嚟咁今次嘅 Pro 同埋 Pro Max 系列，咁喺觀感上面有機會你會覺得係一個大變化，咁但係亦都可能你會認為都係 Apple 嘅設計言語，未有一個好大嘅變動。咁但係 anyway 上手嘅質感或者肉眼嘅觀感上面，咁喺唔同顏色嘅17 Pro 或者 Pro Max 上面，機背嘅玻璃面板同埋金屬邊框側光反射嘅時間，佢哋未係做到完全一致嘅顏色嘅。而呢個小細節反而係都值得一讚嘅。之前 6S 或者 iPhone 6金屬嘅機背天線位置係做得比較顯眼明顯嘅，咁今一代佢就將天線隱藏咗喺呢個相機模組圓弧斜度呢個位置，咁係隱藏得相當之唔錯。而手感上面咁喺金屬嘅中框用咗一體連成嘅效果，延伸去到機背變成一個平面嘅，比起過往冇咁明顯 feel 到喺金屬邊框突然 sharp cut 轉去玻璃表面。當然過往 Apple 嘅做工偏向都係比較精緻，咁但係而家佢係會再順手同埋一體一啲嘅感覺。咁類似嘅設計喺邊一度我自己有印象咧？喺比較舊代 Google Pixel 或者 HTC 嘅 One M8， 咁呢種比較強烈嘅金屬感，今次喺 iPhone 上面翻咗嚟。其餘嘅 IP68 防塵防水、雙喇叭配置啦、USB-C 嘅插口、MagSafe 嘅支援，呢啲我哋唔再多重複啦。咁而今次喺熒幕表面7層嘅 Anti-Reflective 嘅 AR Coating，across 所有呢4部嘅新 iPhone 都有嘅。而講到佢哋熒幕啦，今次4部機都係做到比較一致嘅熒幕規格，去到3000 nits 嘅光亮度，亦都係有 LTPO 嘅技術做到最低1 Hz 嘅 Always On Display。咁喺我哋睇新機加咗嘅一啲 AI 功能同埋 iOS 26界面上面嘅重要變化之前咧，仲有2個硬件特別關於 Pro 同埋 Pro Max 係值得我哋關注。咁今次 Pro 同 Pro Max 都係連細機都一樣擁有 Vapor Chamber 液體散熱嘅系統，做一個有效嘅散熱嘅。實際出嚟嘅效能發揮同埋特別喺我哋1個鐘嘅極高壓測試咧，咁呢個密切留意我哋後續嘅深入評測嘅。咁而另外一個就係電池容量上面嘅增加。咁今次喺發布嘅時候 Apple 就提及到有39個鐘嘅電池續航力啦，喺 iPhone 17 Pro 系列。咁而不過我哋亦都留意到有細節嘅，因為美國版本係一個純 eSIM 嘅設計，佢係冇 SIM 卡插槽嘅設計啊。咁佢可以將呢個電池容量係拉到最大啊，即係連呢個 SIM 卡嘅位置都做埋電池嘅，拉盡咗噶，去到5088 mAh 嘅電池。而喺我哋嘅香港版本買到咧，係有一個實體 SIM 卡嘅支援，再加 eSIM 嘅。咁呢個實體 SIM 卡，我自己認為帶嚟到實際需要同埋實際嘅方便上，而電池容量上面就係有翻4832。但係 anyway 都會比起上一代嘅16 Pro Max 4685 mAh 係大嘅，都係啦。喺我哋嘅統一電池續航力測試表現係點樣呢？因為喺近呢1至到2年時間，的確有啲 Ultra 或者係極致嘅 Android 旗艦手機電池續航力上面係追咗上嚟，甚至超過咗㗎。咁所以今年會唔會可以做翻一個持平甚至更好嘅表現呢？咁呢個密切留意嘅。好啦，除咗硬件，另外一個比較重要嘅更新位置，咁其實而家你哋用緊相對比較新款嘅 iPhone 都係可以升級去到 iOS 26，就有翻 Liquid Glass 嘅操作界面。咁為咗呢條片嘅完整性，我哋亦都總結一次呢個新界面一啲操作邏輯，同埋喺觀感上面比較重大嘅變化，同埋新加咗嘅一啲 AI 功能啦。好啦，首先咁呢個 Spatial Scene 佢係可以將一張 2D 嘅相咧，有個唔同程度嘅一個 3D 嘅 Spatial 嘅立體感效果嘅。呢一個係比較舊嘅一張相咧，咁佢都可以做到啊。你攞翻以前 iCloud 舊相，咁你嘅時鐘咧係會放咗去人像後面啦，可以做到立體嘅，咁就好似重塑咗嗰個現場環境。反而咧係 Liquid Glass，咁成個界面佢都係比較高嘅透光性嘅，咁喺 Lock Screen 嘅時候佢嘅透明度係比較高嘅。而呢個會係新版本嘅 Notification Drawer， 咁今次最終 Apple 都係決定咗用一個比較模糊化大嘅背景模糊程度效果，而家就唔能夠完全睇到成條片後面發生緊乜嘢事啦。咁但係反而你啲掣就會睇得清翻一啲，
咁唔知道你哋又會覺得係點樣咧？呢個設計元素會 carry through 咗喺全套嘅系統應用程式 Apple Music 啊，喺選擇分頁按鍵嘅位置，經過唔同嘅按鍵嘅時候，咁今次修訂最終版本咧就係有咗一個幻彩嘅光線折射喺邊緣嘅，同埋有一個凸透鏡嘅放大折射嘅光線效果。咁但係咧佢就唔再係完全全透明嘅，會再清晰翻少少啦，唔會撞晒一樣顏色。反而呢個會係 Apple Music 嘅歌詞即時翻譯嘅，佢會有原文啦、拼音嘅讀音同埋會有一個解釋嘅翻譯嘅。但係講到 Dialogue， 今次係加咗即時嘅語言翻譯。咁喺 iOS 26上面，我哋可以做到 call recording 嘅，一個電話錄音。咁而呢度 Live Translation 反而係今次新加嘅，可以做到一個即時嘅語言翻譯。佢會出到文字同埋再用 Apple 把聲去朗讀俾對方聽嘅。咁但係啦，比較可惜係而家佢支援嘅語言係相對有限嘅。咁係有法文、德文、葡萄牙文同埋西班牙文嘅。目前喺我哋嘅測試啊，喺佢有支援嘅語言裏面咧，佢嘅翻譯都未係完全100% 嘅完成度啊。咁所以再加上語言暫時比較有限，我哋期望啦可以有更加多嘅語言支援。咁到時我哋再認真試啦。而佢嘅電話錄音亦都係即時啦，佢係會你開始錄音嘅時候會話俾對方知道嘅，而你停錄音嘅時候亦都會話俾對方知道嘅。咁今次我哋就試下喺 Apple 上面嘅電話錄音，咁佢理論上係已經有支援咗錄音變文字嘅，你可以喺後期嘅 Recorder 入面可以再去睇翻你個錄音同埋啲文本嘅效果。咁但係廣東話暫時未有完整嘅支援，咁所以你可以用普通話啦或者英文嘅對話，佢係可以 support 到嘅。咁希望廣東話將來都有機會再加入啦呢個繁體中文嘅支援。咁而但係電話錄音咧就係 work 嘅。嗱，咁今次就會即時啦。其實打完電話之後已經提示我哋撳落呢度，做咗一個內容嘅整合摘要，同埋會有一個翻譯係即係一個傳譯。咁你喺呢度可以做整合摘要，同埋你可以做到即時將語音變文本，已經同步進行咗噶啦。咁純粹係未有廣東話啦。Anyway， 我哋仲有新嘅 keyboard， 今次係用咗一個更加平面化嘅設計，同時間佢係做咗4邊圓角嘅 emoji。咁一啲圖標而家都可以用 Genmoji 嘅形式，你可以俾一啲指令佢啦，咁就直接生成咗一啲你想要嘅 icon 嘅。咁可以多過一個元素生成咗一個 emoji 出嚟嘅。咁佢會喺你 keyboard 嘅 sticker 呢個位再出現翻。翻入相機 app 自己本身，今次喺主界面亦都只係剩翻影相同埋拍片兩個嘅主大功能。而喺轉模式嘅時間，咁 Liquid Glass 嘅效果亦都會喺唔同模式之間係會有呢個光線嘅折射。而你選定咗嗰個模式之後，咁佢就只係會呈現翻你而家用緊嗰個模式嘅側邊嘅額外兩個功能。咁而今次解像度上面都係可以直接揀1200萬像素同4800萬像素嘅 output， 亦都係 RAW 或者 HEIC 嘅格式。而我哋可以 mix and match 嘅，今次直接喺呢度達到例如一張1200萬像素嘅 RAW， 或者係一張4800萬像素嘅 HEIC 嘅檔。咁呢個支持係去相機嘅 settings， 再去每一次去逐次校，咁係比較麻煩。咁而家就可以快速呢度切換啦。反而喺拍片又同頭先影相一樣，今次所有嘅拍攝格式係喺呢度直接呈現嘅。好啦，20格同埋100格 NTSC 或者 PAL 格式嘅切換喺呢度今次直接可以切換嘅。反而係呢個 menu 佢亦都係 Liquid Glass 嘅設計，咁佢係一個半透磨砂嘅效果，亦都會係睇到後面背景發生緊乜嘢事嘅。時鐘嘅應用程式都有啦，都喺功能目錄入面都有 Liquid Glass 嘅設計，都係一個快速反饋光線反射呢個效果。反而係內容創作者注意啦 ，Adobe Premiere 都喺呢個 App Store 9月30號會正式上線嘅。咁而家啲 iPhone 嘅效能都已經夠勁，咁有翻一個完整版本嘅 Video Editor 啦，終於翻到嚟。而關於一啲生成式嘅 AI， 咁關於 ChatGPT 嘅應用喺香港都係 VPN 嘅連線狀況之下啦，咁係全套用到嘅。咁你嘅手機語言、手機地區同埋 Siri 嘅語言都係設定到同一個地方嘅時間同埋語言啦。咁你嘅 Apple Intelligence 喺香港版本嘅 iPhone 都係可以全套應用嘅。喺而家 iOS 26上面，我哋嘅 Siri 亦都係可以直接係連結咗 ChatGPT 嘅應用。Generate a table comparing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Samsung Galaxy S25 Ultra to the iPhone 16 Pro Max using ChatGPT. Can you summarize the answer in a table? Here's an answer from ChatGPT. 同埋 Apple Intelligence 嘅 Visual Intelligence 都係正式出咗嘅，咁而家可以長撳你嘅相機 camera control， 咁你係可以直接用呢個 AI 嘅相機模式可以讀取到而家嘅畫面。咁我係有試過景點嘅搜尋係 OK 嘅，但係反而咧我係想問佢 How long does it take from Osaka Namba Station to this location via subway？ 係 ChatGPT 啦，直接可以讀到畫面，然之後聽到個語音再分析緊嘅。The quickest route is to take the Midasuji line to Dobatsunmei Station and walk about 10 minutes to Shinsekai. 咁呢個功能咧，佢揾到嘅有一個路線同埋預計嘅時間，但係佢就用一個文字嘅形式去呈現，咁可能 end up 我哋 Google Map 再揾噶啦。
動物、植物啦，咁都係有可以認得出嘅。咁佢對住嘅時間其實已經自動彈出咗，亦都係有呢個 liquid glass 嘅效果。你可以睇到佢啲精美嘅光線折射反射效果。反而今次喺 iPhone 上面新加咧，就係可以長撳電源掣同音量加做 Screen Cap 啦。今次就加翻 Screen Awareness， 可以讀到而家嘅熒幕畫面，然之後我哋 ask， 佢會再連翻 ChatGPT 做呢個畫面嘅搜尋。好，咁今次我哋一次過初步上手咗 iPhone 17全個系列嘅。咁如果你嘅主力都真係 social media， 簡單嘅打機，甚至係重度嘅打機都可以啦。睇片，特別係關於睇片同埋睇翻影咗嗰啲相，如果對於個 mon 嘅重視係比較高，咁今一代17就冇晒呢個所有考慮。咁當然佢就唔係用緊 A19 Pro 最高級別嘅處理器，不過一般嘅用家我自己都認為其實係唔太需要在意嘅。咁但係反而今次我自己最推介就唔係 iPhone 17，咁如果你係實用型嘅用家，其實佢嘅性價比相對高嘅。但係另一個角度，你係會考慮到保值啦，或者係個款要襟身嘅時間。咁因為我哋喺 Air 同埋 Pro Max 上面就係橫向嘅相機模組，同埋喺機身嘅上半有一個比較大面積橫向啦，貫穿成個頂部嘅設計。咁喺17上面就沿用咗同上一代16完全一樣嘅直立相機設計，咁都有可能係款味嘅，都可以考慮直接上 Pro。而至於 Air， 咁今次唔係 iPhone 17 Air， 係直接 iPhone Air 噶，佢會係視覺衝擊感有嘅一定程度嘅震撼感。A19 Pro 處理器亦都係由 iPhone Pro 系列嘅6核心 CPU、6核心 GPU 喺呢一度取捨咗去到6核心 CPU、5核心嘅 GPU， 咁再加上薄啦，好明顯嘅，所有機身嘅重點嘅晶片都係放咗喺個相機模組，咁所以機身下半亦都幫唔到部機散熱太多。但係反而 iPhone Air 呢個命名，我自己係個人比較偏向相信啦。較早之前有一啲嘅消息係流出 ，Apple 計劃係嚟緊3年會有逐年嘅一啲產品線嘅更新。咁去到2027就係 iPhone 20週年咁樣。咁2026咧有冇機會就真係成真嘅一個摺機 iPhone 咧？咁呢個暫時未知道。咁但係亦都我自己係比較相信 iPhone Air 就會係一個產品線更新週期裡面嘅第一步啦，有機會。咁而最後，如果佢將會係成為你唯一嘅嗰部電話，咁今次17 Pro、17 Pro Max 都的確喺佢嘅電池容量啦、散熱系統同埋相機，特別係遠焦鏡頭上面，咁都係做咗一啲比較顯著嘅更新升級。佢未係一個完全震撼我哋未見過或者係 Apple 未做過 Form Factor 嘅手機，但係日常去應用揾一個可靠嘅手機，有陣時候影下演唱會需要高倍數變焦，同埋喺個液體散熱、長時間打機上面，電池容量增加，可以續航力上面增加，呢幾個日常感覺到嘅位置都有做咗升級㗎啦。